2020年春节后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餐饮业的经营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如何在严峻的环境中活下来，是摆在顺德大厨梁冠宏面前的一道坎。好在我哋今年嘅國家強大，能夠控制好啲疫情。我哋喺4月份開始就已經思考點樣去經營，吸引啲顧客嚟消費。呢件事真係令我最頭痛啦。進入4月份，各行各業開始了復工復產。土生土長的順德人梁冠宏，把在星級酒店當總廚的徒弟林衛敏叫了回來，想師徒聯手研究既實惠又地道的套餐。做到係吸引啲客人呢？我覺得而家呢個市勢係要搞個150嘅套餐，100零蚊嘅。咁我哋有生意個名咁肯定以魚為主嘅話，我譬如咧啲魚肉咧，我哋養個涼瓜，魚骨咧熬個湯，跟住做下個過橋嘅蚌仔。而家啲草莓又當季啦，係喎，合適喎，我哋就按呢個方案去推出。順德廚師的手藝以精妙聞名，粗料精做是最大的特色。師徒倆挖空心思，看怎樣把平平無奇的食材搭配出誘人又實惠的套餐。啲魚骨咧一定用滾油咧炸透佢，用嚟咧熬嗰個過橋湯底嘅。林衛民口中的過橋靈感源自於雲南的過橋米線，用魚骨熬成湯底是這個套餐的第一步。嗱，咁啊搞爛咗啲魚咧，炸入嗰隻我哋啲米酒啦。咁咪劈下嗰個腥味。喺呢個時候咧就要加入熱水，一定熱水，熱水咧要慢慢漲入去，咁啲湯咧先至可以有乳白色嘅。喺熬呢個魚湯過程當中咧，一定要前程咧開到最猛火。如果話啲蚌咧個厚度咧，我哋個湯適宜咧應該係80-90度，燙落去咧個熟度咧又應該比較好啲嘅。80度的魚湯，既不會使蚌肉的鮮度因高溫而流失，又能帶來爽脆的口感。用過橋的方式把蚌肉煨熟，搭配順德傳統隔夜釀苦瓜、改良的草莓咕嚕肉，128元的雙人套餐已經推出，馬上吸引了不少街坊。鮑魚平鵝掌22蚊一位，因為我覺得依家嘅餐飲行業咁低微，所以我就要諗啲粗料精做、料冧變價嘅食材。平時係喺酒店先有咁嘅消費，喺我哋餐飲有生意，都能夠以親民嘅角度去優惠顧客。守舊初心是老廣廚師必備的殺手鐧。疫情控制趨向穩定，民眾生產生活回歸正常，梁冠宏的餐飲生意逐漸興旺起來。但他依然不敢鬆懈，餐飲一旦出現疲憊期，很容易就此走下坡路。先知先覺的梁冠宏覺得需趕在顧客厭倦前對餐品進行創新升級，否則將無法熬過寒冬。5月下旬，粵北山區陰雨連綿，對於山民來說，雨水天意味着一切農活進入停工模式。哎呀，哋要落溪水喲，近睇嘅水嘢。這場停不下來的龍舟雨，給小深村的李月香增添了不少焦慮。喂，阿你食飯啊？冇卡你落水啊？哦，前最未落水啊，冇卡落溪水喲。唔落溪水咧，嗌你挖挖散發咯。對面走嘅唔落水，嗌挖散發，爆能本件事哈。是得散發同過後水溝嘅。李月香口中的蟬花，也稱為蟬菌、蟬蛹草，是一種外形具有動物和植物形態特徵的奇妙生物。蟬花的根是蟬的幼蟲體，花是從蟬幼蟲頭部生長出來的菌，約3到4厘米長，從頂端分枝開花，花粉為乳黃色。蟬花對龍川西澳的山民來說，是可遇不可求的看家寶物。
有散风热、镇惊、明目、提高免疫力等功效。半禅半花的禅花1年仅出现1次，且要在端午前后采摘。太早了没出土，太迟了会老化腐烂。这种奇妙的生物究竟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形成的呢？有小姐走啊，吃滑散法喽！好，今天天气好啊，松山滑散法哦。雨过天晴，龙川县小深村的村民早早的就踏出了家门，往山林的方向走去。去滑散法要走3里到4里公里路哦，要不是早啊，别人都挖光了，要早一点才是哦。早上挖到晚上才回来呀，中午都不回来吃饭的。李月香是土生土长的小深村人，老伴儿、儿子、孙子都生活在深圳，唯独他因为离不开这里的山山水水，5年前独自回到了小深村。在家里空是好的，菜场时呢很无聊的，家里又有散法玩，又有竹笋玩，又有小工作，因為冇咁無聊嘅。李月香领着姐妹们步行了30分钟，他们是今天最早上山的采花人。滑散法主要呢是要靠眼力，热的时候呢爬回来看那里啦，後邊要一點輕輕的爬回來看。如果係困上出來的花就唔同，係散發爬出來就看得出來的。蝉花的形成是蝉的幼虫在蝉羽化前被虫草菌感染寄生，当气候环境适宜时，吸收虫体的营养转化成菌丝体，最终虫体被菌丝体完全占据，而只剩下一个躯壳。万物复苏时节，菌丝体又从营养阶段逐渐转化为有性阶段，渐渐地从顶端开花分枝，故而得名蝉花。冇散法，大家看到？冇哦，先爬啲冇。麻风散法的就有毒呢。这种红色的呢，就是有毒的，不可以吃的，吃了是会晕人的这种，不可以吃的，千万不能挖这个。那也是幫啊！我而家做日正嘅滑。哦，萬講係叫做新嘅散法，很靚哦。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李月香和伙伴們驚喜地發現了冒出了頭的小白菌。中間有一把朵散發哦，好漂亮啊！镰刀是挖蝉花的主要工具，利用镰刀弯曲的刀体，一插一撬，蝉花躯体自然地离开依附的泥土，再用手缓慢地把蝉花从地里拔出。哎呀，這朵散發很靚哦，張散啊，才叫2斤嘅。端午節前後的天氣多不穩定，為了不辜負難得的放晴天，3個人從早上到下午幾乎沒有停歇。今個運勢唔錯哦，中間喲，寒花豆有2-30朵哦，好靚嘅喲。你就拔個多呢，來拔個少哦。要想長時間保存蝉花，唯一的方法是去除蝉花體內的水分。李月香採取的是上一輩傳下來的老辦法，先把炭燒透，待炭的明火熄滅後，利用炭灰的餘溫來烤蝉花，把蝉花放進特製的竹簍，蓋上毛毯，烘烤2個小時。水分蒸發的同時，蝉花也增添了炭烤的香氣。40到50吧，太高了會把那個殘花吧全部燒掉，太低控得不好。奶奶，我回來啦！哦，香香龜了。有沒有好吃的呀？有啊。我坐着車1天啦。哦，坐1天了，我又雞又矮。
蝉花被誉为最古老的虫草，它的历史记载比冬虫夏草还要早800年。在小山村村民看来，只有土猪肉才配得起蝉花的清香。煲鸡啊、煲鸭啊就没有那么好吃。冬天就买回来的时候是煲排骨的，排骨就清甜一点的。奶奶，散发来啦！哦，奶奶知道你会回来耶，我抓了一天为你煲散发汤喝，撒进去，吃了是很好睡觉的，很会长大的。喝多少碗3碗。哦，那么厉害呀1斤土猪肉配2两蝉花，加少许盐巴，慢炖2个小时，熬制出来的鲜汤沉淀着大自然的清香。喂，散发汤来了，想不想吃啊？想。啊，奶奶倒一点给你先喝啊！来，干一杯！啊，太甜了！啊，來，好鮮咯！佢散發嘅味道乾用哦。還真不行，你這麼大幾十隻，好難找哦。怎麼喊去山上走可以挖到20個？啊，你可以直接去挖了。蝉花是大自然神奇的产物，竹林、蝉、虫草菌缺一而不可有。世代靠山而居的客家人知其性，懂其味，用这种一虫一花的奇特食材滋养着一代又一代。依山而居的客家人用蝉花来吊一口鲜汤，傍海而住的台山人用泥虫来拌一碗汤圆。这种滩涂中泥巴地里打滚的生物，倒是外貌粗黑下里巴人，却有不少细腻又别致的吃法，在老广的餐桌上由来已久。行啊，屯來屯啊！啊，學個靚女啊，行啊去啊！來，走你去啦！陈善珍是台山汶村镇横东村的外来媳婦。自從13年前加入村里的挖泥大軍後，她便和泥巴打上了交道。今日出世啦，我哋去南邊，月尾呢就去北邊噶啦。今日呢就向南邊呢係3到4個鐘頭挖嘅時間嘅啫。從水泥路到農田間，騎車加步行的路程共計40分鐘。珍姐要趕在潮水退至最低位前走進灘塗。自種地咪嗰啲鋤頭同桶啦。係啦，冇啦嚟啊！就到啦，間唔睇啲草就卡住隻手。台山市汶村镇背靠立峰山脉，面向浩瀚南海，优越的自然环境给当地人提供了丰富的物产资源。但最让汶村人眷恋和追崇的，莫过于生活在入海处滩涂下的虫子。它们外形粗陋，颜色黑褐，粗如食指，细似稻茎，拖着一条伸缩自如的尾巴，形似钉子，故又称为土钉、泥钉。这长相丑陋、动作笨钝的虫子，究竟如何吸睛，且竟能入口呢？靠眼力咧，又要腰力咧，佢啲眼都冇噶啦，冇啊，不過冇，發個第二個啦。眼力好是挖泥虫的第一要素，因为泥虫常年隐藏在泥土里，无论钻土而入还是破土而出，靠的都是火柴梗般的长尾巴。所以能否凭着火眼金睛發現火柴梗般的小孔，就成了挖泥蟲的關鍵。開支嗰陣時呢就好用力噶啦，咁未睇到窿之後呢，就慢慢跟住個窿去挖就得噶。跟住挖一般都係80%都有噶啦。挖呢有時呢一般5公分到50公分咁上下都有噶啦。入邊有條咧，哎呦3條啊！視力、經驗、力氣缺一不可。想收穫一條小小的泥蟲，費老勁了。一天下來，
运气好的时候能挖到6、7斤，运气不好时1、2斤也是常有的事。陈善珍说，现在村里还在坚持挖蟲的人已經數不出10個。依家好多人咧就圍㗎啦，喺度養好啦，養蝦養魚啦，留翻俾我哋灘塗捉泥蟲啲越嚟越少㗎啦。喂，師弟啦，瞓啦，瞓啦，師弟啦，我有3、4斤啦，你哋挖到幾多啊？起碼有斤2啦。泥蟲的生命力顽強，只要用濕泥巴把泥蟲包裹一下，挖出來的泥蟲還能存活1到2周。這種簡便的保鮮方式，極大地方便了食客們隨時享用。翻嚟首先洗淨啲泥蟲，搬嚟洗，即係浸半個鐘頭到1個鐘頭個水先就可以反轉嚟㗎啦。佢唔浸咧，因為啱先挖上嚟嗰啲泥蟲咧，佢未包水咧，帶有脆性就冇辦法反得到㗎啦。用一根細小的鐵枝頂着泥蟲的頭部，將其往鐵棒方向翻轉，摘除內臟，清洗乾淨後，在太陽光底下把水分曬乾，這樣清理後的泥蟲能長時間的存放。細罐煲湯好鮮甜㗎，10斤咧洗9兩。珍姐，今日有幾多泥蟲啊？今日挖到5、6斤泥蟲啊！唉，今日泥蟲最肥㗎啦，趁住打電話叫你考慮下一次同我哋分享。今日啲泥蟲幾靚喎！係啊，今日泥蟲靚，係啊，今日長㗎。等我試一試先。係啦。幾爽好。係啊，好。今日搞翻呢個特色嘅菜，大家一齊分享好啊！好啊，唉，將個廚房交俾你啦。入秋後，泥蟲最是肥美。對於泥蟲的數種吃法，汶村人早已習以為常。但對於外地人而言，初聽到泥蟲湯圓時，難免瞠目結舌。要猜粉，依家好多人咧就喺市場買嘅半成品咧，就冰凍嘅翻嚟咧係達唔到嗰個口感，所以我汶川湯圓咧一定要現猜個粉咧現做。除了湯圓，蝦米、豬肝、瘦肉、蘿蔔絲、紫菜都是泥蟲鹹湯圓的主要佐料。最關鍵咧就要爆香啲蝦米，等啲鮮味出嚟，然後爆香啲瘦肉，再落啲蘿蔔絲落去，然後加啲水，等佢鮮味出嚟。一定啲水要滾先落湯圓，之後咧我哋落啲枝乾啊、紫菜啊。汶村人在製作泥蟲鹹湯圓時，泥蟲是從來不下鍋的。因為泥蟲咧佢係鮮脆，有啲餘溫咧佢就會即刻熟㗎啦。佢要保持泥蟲嘅脆度同埋個甜度，滾水一浸就可以熟㗎啦。只好一定要做5分鐘之內，咁你嘅口感咧就最鮮、最脆口嘅、最靚嘅。泥蟲鹹湯圓，泥蟲浸粥水，泥蟲炒蘿蔔絲，生熟蒜蒸泥蟲，每一樣都是汶村人祖祖輩輩的摯愛，也是忘不了的台山味道。泥蟲醜雖醜矣，奈何小丑物有大擔當，憑一己之力打下了台山的半壁美食江山。只需吃過一回，那堪比味精的鮮，便會長久縈繞在舌尖心頭。啊，真係好食啊！所有好嘅嘢咧，一定要好嘅食材先得，冇好嘅食材咧，點都假噶啦。珍姐，咪依家鋤啲泥蟲好難鋤啊！係啊，好難鋤噶，依家又冇乜地方鋤噶啦。依家啲人年紀大嗰啲咧，全部都係湊孫又唔去噶啦嚇，剩到後生嗰啲咧又唔去噶啦。台山人喜鮮，好味濃，食物選材向來重里子輕面子。泥蟲長相雖醜，但營養價值高。只要能日啖泥蟲，不妨常做台山人。形容的就是以陳善珍為代表的愛蟲之人。每過4天，
乐业县周边的村民都会过来县城赶集，当地人都喜欢吃一种金黄色的蘑菇。同乐镇六围村村干部杨立波也趁着虚日来到市场，了解这种菌子的市场需求情况。一般是6月买到，外地人买到。哪里都买，我们6月比外地还吃得多个。哎，这个还可以，就菌子，就是你们自己打回来的，从哪里打？我除了韶关啊、大理啊。广西乐业地处云贵高原，有近30来个大大小小的天坑，分布在2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，被誉为天坑之都。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和天坑里，便生长着这种当地称之为黄丝菌的鱼黄菇。鱼黄菇颜色金黄，常丛生或者簇生，菌盖卷起像喇叭，因此又称为金顶侧耳、金顶蘑。其营养丰富，味道鲜美，但野生鱼黄菇的产量并不多。杨立波早年在广东打工，2012年回到家乡当上村干部，看到鱼黄菇供不应求，他有了想法。黄丝菌啊，野生的产量比较低，市场供应需求不够。大棚制式的话，它产量会提高。想要提高黄丝菌的产量，并非易事。杨立波决定请村里的杨立山带领进山考察它的生长环境，并顺便了解一下当地的其他山货。杨立山是退伍老兵，对附近的地形非常熟悉。接到杨立波的邀请，两人趁着天未下雨，准备进山。慢点啊！接着数过来了，想不到这个黄丝菌长在这个深山里、老林里面，走也不好走。快到了，这里面更有电了，这里头。那边呢？哦，那我们去那边看。好。啊，这种天气啊，找这个黄丝菌啊，很辛苦啊，这个。那个菌子啊，一年只有3个月生，那一年只有4月，还有7月、8月，这个才能生，很难找的。山高林密，陡峭难行，阴暗的树林里碰上杨立山这样的山货专家，什么都难逃过他猎人般的眼睛。只可惜此行错过了最好的时机。哎呀，可惜了，已经烂掉了。这个要多少天才烂？这已经烧个3天了，你提前来2天就可以了。那么多，你看上面哪里？走吧走吧。不行了，它这烂掉了。自然状态下的黄丝菌生长期很短，如果没有采摘，就会迅速枯萎。杨立山发现的就是已经糜烂的菌子。两人只能继续搜索，希望有所收获。哦呦，这么香啊！那个可能是黄丝菌的气味已经到这里了，我闻到了。应该有差不多了吧？还有可能有十几米吧，10几米路。慢慢走啊，省长。哎，今天应该有一点收获了。省长那里有啊？哪里啊？哪里啊？我看一下。哦，看见了，快点，那里。走慢点啊，省长。哦，有了。今天没白走。越来越香了。看见了，快点。哦，省长，真的多啊，蛮多，真的蛮好看啊。哦。真香，真的。哎。两兄弟历尽艰辛，总算是找到了期待已久的黄丝菌。野生的黄丝菌除了水分要充足以外，其他生长条件近乎苛刻。这是拐角树，还有4样树，都是沙宝朗，还有朗树、相思树，都要枯死了2年以后才能生长。
1天至2天只有这么大，到第3天呢，可能就这么大。过了3天，它又枯死了，掉了。采摘黄丝菌同样很讲究，慢一点，这用双手这种拿上来，不然它碎了，很珍贵了。这个黄丝菌放下去时候用胶布遮起来，不然它会碎掉的。今天采的只有10来斤左右，多的时候采了40斤左右。山区湿寒，民风喜辣，黄丝菌做菜味道一流。油热后，蒜蓉及辣椒爆香，洗净撕碎的菌子入锅爆炒，仅用少许盐调味，一道家常菜新鲜出炉。辣掩盖不住鲜，鲜又解了少许辣，下饭下酒都堪称一绝。黄丝菌鸡汤是当地招待贵宾的菜肴。红枣与鸡块入锅炒5成熟，倒入开水及黄丝菌煮10分钟，一道香甜嫩滑的菌菇鸡汤大功告成。黄丝菌与鸡肉搭配，鲜甜加倍，加上少许的辣味儿，在山区既滋补驱寒，又不失待客之道。中秋佳节，家人团聚，兄弟俩借来叔父，就着自家酿的水酒，举杯换盏，自得其乐。